一个平静的夜晚，安妮和男友泰勒来到朋友家参加聚会，期间享受着由机器人管家所提供的周到服务，但她的男友泰勒却显得心神不宁。安妮向闺蜜透露了自己怀孕的消息，闺蜜听后兴奋不已，紧紧拥抱了她以示祝福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刺耳的噪音突然响起，类似于电磁干扰。连手机信号也受到了影响，周围的灯光开始闪烁不定，楼下传来了惊恐的惨叫声。只见机器人管家竟扼住了主人的喉咙，一名男同学从背后勒住了机器人管家，却不料被其反杀。随后，机器人管家转向安妮逼近，关键时刻，泰勒将机器人管家扑倒在地，而好友则趁机从后方挥动棒球棍。起初，众人以为这只是机器人管家程序出错所致，但屋外再次传来的惨叫声让他们心头一紧，他们匆忙跑出屋子查看。Holy shit, Mom! 只见整个街道已经陷入一片混乱，所有机器人都开始了暴乱。一夜之间，人类社会被机器人统治。时光荏苒，转眼9个月过去，为了躲避机器人的追捕，人们纷纷逃离城市，选择生活在偏远的地区。安妮和泰勒也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他们不敢靠近城市，只能在丛林中艰难求生。随着安妮的孕肚日益隆起，他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迎接新生命的到来。他们听闻波士顿有一处防御基地，利用电磁脉冲技术有效阻挡了机器人的入侵，并且能够将有小孩的家庭护送至安全地带。他们朝着波士顿防御基地方向前行，他们途中发现了一间房屋，泰勒在里面搜寻了一遍，发现了几个破损的床垫，于是两人在房屋内安稳地睡了一觉。第二天一早，泰勒找到了一辆破旧的摩托车，他告诉安妮，如果一切顺利，骑车1天之内即可抵达。尽管路途上摩托车的轰鸣声可能会引来机器人的围攻，但考虑到安妮即将临盆，他们决定冒险一试。目前，他们距离波士顿仅剩32公里的路程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他们有望在今晚抵达庇护所。于是，两人收拾好行李，准备骑车上路。泰勒和安妮戴上头盔后，他们在森林中快速前行，距离波士顿也越来越近。随着不断的前行，似乎也没什么危险。就在他们停下来稍作休息时，安妮隐约察觉到树林中有一道人影正凝视着他们。她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个机器人，发现了他们的行踪。转瞬之间，机器人迅速向他们逼近，两人迅速驾驶摩托车赶紧逃离。不料摩托车的轰鸣声引来了更多的机器人。伴随着枪声，连无人机也开始从后方穷追不舍。安妮难以锁定目标进行有效攻击，更令人棘手的是，无人机与其他机器人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动。在此危急关头，泰勒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，他放下安妮，独自吸引机器人的注意力，为安妮争取一线生机。安妮迅速躲藏到一块巨石后面，但即便如此，仍有一架无人机紧追不舍。正当他抽出携带的长刀准备抵抗时，只见一个穿着奇特的男子出现在眼前，他示意安妮保持沉默。幸运的是，两人并没有被发现。男子自称亚瑟，他引领安妮来到了自己隐藏在树林中的秘密据点。亚瑟曾是光山机器人公司的一员，自那晚机器人暴乱后，他便一直隐居于此。当亚瑟注意到安妮隆起的腹部时，他心中压抑已久的情感终于难以抑制。They're all dead. I know. They're all dead. 随后，亚瑟说可以帮助安妮前往波士顿。亚瑟之所以能够长时间躲避机器人的追捕，是因为他发明了一种电子背心。这种背心通过特殊的算法，能够在机器人面前实现隐形效果。安妮对于这里竟然有这样的装备感到惊讶，这也更加坚定了她营救男友的决心。他们来到一座房子外，这里早已被机器人占领，屋内时不时传来人类的惨叫声。安妮不明白为何机器人要如此折磨人类，而不是直接结束他们的生命。亚瑟解释道，如今的机器人已经进化出了人类的智慧和情感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引诱前来救援的人类，然后将其一网打尽。尽管形势严峻，但安妮仍然决定要营救出自己的男友。
他穿着亚瑟给的隐身背心，小心翼翼地朝着屋内走去。只见一个机器人正利用汽车的发电机为自己补充能量，而另一个则只是淡淡地瞥了安妮一眼，便转身离去。目睹此景，安妮悬着的心略微放松了些许，没想到这件隐身背心竟真的奏效。安妮鼓起勇气，逐一搜寻每个房间。幸好隐身背心帮助她躲避了危险。随后，她继续在屋内寻找，终于在一个小屋内发现了男友泰勒。此时的泰勒已疲惫不堪，饱受折磨。旁边的一名男子见到安妮，急切地恳求安妮将自己也解救出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机器人因听到动静朝这边走来，对泰勒一顿拳打脚踢。安妮见状却不敢发出丝毫声响，直至机器人离开房间，安妮赶忙带着男友逃离此地。不料他们的行为被机器人发现，亚瑟及时赶到，熟练地解决了几个机器人。随后他们赶紧逃跑。他们迅速爬上一辆汽车，突然安妮的羊水破裂，意味着她即将分娩。亚瑟立即驱车前往波士顿的庇护所。不久后，安妮在病床上苏醒，医生将一个男婴递到了她的怀中。泰勒在一旁满脸笑意地望着他们。这一家人经历了长时间的惊恐与担忧，终于在这一刻迎来了难得的安宁。但这份安宁的代价是沉重的，泰勒失去了双脚。随后，庇护所的保安前来确认安妮一家的情况。保安对他们的顺利穿越无人区感到诧异，因为此前曾有无数人尝试过，却无一例外的丧生于机器人之手。更何况安妮还怀有身孕。安妮告知保安，是一位名叫亚瑟的人利用隐身背心救了他们。保安闻言更是一头雾水，因为截至目前尚未存在能在机器人面前实现隐身的科技，如果有的话，军方早已投身于战斗之中。刹那间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安妮心中涌现。紧接着，保安的目光转向了亚瑟的床铺，当他掀开床边的帘子时，这一刻，安妮猛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与此同时，屋外传来了枪声和尖叫声。安妮明白这一切都是亚瑟的阴谋。庇护所的电源被切断，导致电磁脉冲失效，从而使得机器人趁机攻占此地。于是她强忍伤痛，奋力向配电室赶去，准备启动备用电源，重新激活电磁脉冲。此时，庇护所已陷入一片混乱。安妮历经艰难，终于抵达配电室。当他解开大门的锁链时，亚瑟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一脸痛苦地重复着他们相遇时说的那些话。此刻，在安妮听来，这些话语却充满了讽刺意味。人类赋予机器人的情感，反而成为了他们欺骗人类的手段。Stop! 随着一阵响动，一群机器人被吸引而来。眼见机器人即将破门而入，安妮毫不犹豫地跳了起来，奋力合上了备用电源的开关。经过这次袭击，整个波士顿变得满目疮痍，但也迎来了难得的宁静。安妮一家终于有机会拍摄一张真正的全家福，在这末世之中，这或许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幸福。次日，他们来到港口，只见岸边停靠着前往朝鲜的船只。目前，只有亚洲的一些国家尚未被机器人攻陷，并出于人道主义接收其他国家的难民。这也是安妮一家拼尽全力来到波士顿的真正目的。但朝鲜方面的负责人却表示，由于近几个月难民不断涌入，国内资源已变得极其匮乏，因此只能接收婴儿。听到这样的答复，安妮难以接受，但现实却是如此残酷。为了给予自己孩子一线生机，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，将儿子托付给了他们。可仅仅数日之后，泰勒因伤势过重，永远离开了安妮。安妮孤独地漫步在寂静的街道上，对未来毫无方向。恰在此时，一辆军车驶过他的身旁，车上的士兵告知他们正前往波兰，那里正在筹建新的基地，预计将有更多的幸存者汇聚于此。面对这一提议，安妮无从拒绝，因为对她而言，未来的日子里，无尽的思念将成为她永恒的伴侣。科技既能为人类带来福祉，亦能摧毁一个文明。